大家好啊！距我最后一次上传视频大概已经过了2个多周了啊。前2周呢没有更新视频啊，主要是因为工作还比较忙啊。然后呢，当时我计划春节的时候有可能是出去啊，但是当时我也没有想好。结果呢，后来大家也清楚啊，现在就是武汉这个肺炎啊比较严重。今天呢是大年初2，我呢想借助今天这个视频，因为我估计很多人啊现在都在家里待着啊，也没有出去，包括我个人也没有任何的出门的计划啊。大家都很了解啊，就是我是一个做越野类啊，业余时间非常喜欢做越野视频的这么一个视频的创作者啊，包括后来我也做了一些日常的 vlog， 但是有一些东西啊一直没有给大家通过视频来表现出来。从小啊我非常喜欢科幻，我后来在警校里边啊也接触过很多我们突发状况或者说紧急状况下的一些应对，心理身体啊，我们都会有一些对这些东西的一个适应。之前呢，我一直做了一些应对突发状况的一些准备，但是之前没有通过视频给大家看。今天呢，就给大家借助这个时候啊，因为大部分人都在家里待着，大部分人也都在家里看视频。那我呢，现在也在家里待着，给大家做这么一个视频。因为这一次确实没有办法出去越野了啊，先给大家讲讲啊，就是像类似这次肺炎这种传播啊，包括这一次的怎么说一个突发状况吧，各地都启动了1级响应啊，这就是一个突发状况。这种状况是无法预测的啊，包括从个人啊，从团体啊，包括从大的我们整个社会来说，这个东西是无法预测的。但是我们可以啊，提前做一些，从我们个人自身角度来说啊，做一些准备。我首先来说，想从食品和水啊，包括水电气所有的这种准备，这个我想今天先给大家说说。另外一个就是我们整个庇护所，包括类似于我们的一个紧急的集合或者说疏散的地点啊，庇护所，这可能是国外啊，包括我们国内很多人也都了解的一个东西啊，庇护所，这个我也想做一个单独的视频来说。第3个就是车辆啊，车辆我们如何使我们的车啊做到可以应付大部分的这种突发状况。手中有粮，心中不慌。这个粮呢，不是说别人家的粮，或者说超市里边的粮，而是你在平时或者说在这种紧急状况出现的时候，你平时储存的这种粮食。我之前做过非常多的食品、水啊这些东西的储备。我们今天就来说说如何在水电气这几个方面提前做一些准备，或者说我们不可能预判什么时候会发生这种紧急状况，但是我们需要确保的是，如果发生了这种紧急状况我们不要再去别的地方再去买了，我们不要奢望说有些地方还有什么东西。这一次口罩的脱销就已经印证这一点了啊，你有钱你是买不到东西的，或者说在一定的时间内你是买不到的。所以这些东西我觉得不要寄希望于说我们应该去什么地方买，那我觉得我们早就应该想到这种事情，甚至说我们早就应该准备好这些东西。先从食品我们开始说从食品大概在3-4年前，我呢其实就已经在储备我们一些应急的食品。这些食品呢有可能是压缩饼干，也有可能是一些我们日常用的东西，包括罐头包括一些方便面很多的东西。这些东西其实我平常都在比较大的量的进行一个储备。这个事儿呢，也有很多人在怀疑我，很多人也说，你看花那么多钱，你平常吃不了，买这么多东西干什么而且你说的那种紧急情况什么时候能出现呢那可能这3-4年的时间确实没有出现过这种紧急情况，但是现在处于一个比较紧急的一个状况，所以这时候我们提前储备的这一些食品我们觉得就非常非常的有必要了。想买什么东西都能买到的时候，这时候一定要提前做一些储备包括我们这次口罩可能过几天包括很多人哄抢嘛，因为这时候大家一哄抢，所以说可能就买不到一些东西，但可能过一阵大家产量上来之后，可能又能买到了。储备这些东西我觉得不是为了万一某一天的时候用，而是说在我们如果出现很多不可预知的时候，比如说很多大自然的自然的灾害的时候，我觉得这些东西都可以用得上。食品呢，就是第一一定要看看有多大的量几个人来吃。然后第二呢，就是说要储备多么多的种类来供我们吃。
第3个就是一定要看它的时间和日期啊，保持一种更新。比如说我们的压缩饼干啊，可能有1年的保质期啊，大概还有9个月的时候或10个月的时候，你是不是就可以把即将要过期的这种压缩饼干拿出来自己吃啊？然后我们再买一些新的新生产日期的这种压缩饼干，我们再去放在这里边。今天的视频里边可能只是给大家看了一部分我的储备没有把我所有的这种怎么说食物都给大家看我觉得大家想象吧，或者大家可以去搜索，可以去看，可以提前给自己做一些储备嘛。另外一个就是非常重要的就是水这个水呢，说到这时候，刚才我做了一个视频大家看一下，在这种时候不能坐电梯了。电梯是有很多人去坐的，我们只能走楼梯。我们现在进来了带大家看看这个呢就是我的一部分矿泉水这个是我们济南的一个牌子这个矿泉水呢我们会每隔半年更新一次，这些大概就是我一部分的库存量。水呢有几种方式获取第一就是我们提前做一些储备，比如说矿泉水纯净水这些东西我们提前做一个储备。另外一个就是说我们可以做一些临时的雨水的收集，这个可能就是之前前一阵子我做了一个雨水收集系统这个东西我觉得就很关键了，只是当时其实我已经在准备这些东西了。那如果我们的自来水没有供给的话，或者说你认为水源不够清洁的时候，那我们就必须要自己去储备一些水。可能今年3、4月份要开始做这个雨水收集系统我觉得之前我在很多网站发了之后，很多人问我为什么没有做，因为冬天嘛。冬天确实也没有时间，或者说我目前还没有想好怎么去做我觉得这是第2个第3个就是说我们紧急的水的处理，比如说水的获取或者说过滤这些东西我觉得都应该有。这个东西今天我就不给大家一一拿出来拍了但是我只是告诉大家你应该有这3种，你至少应该有2种方式去获得，完完全全不要说我就一种就可以了，我家里放上几十箱矿泉水我喝去吧。一种方式绝对不是最好的。另外的一个就是气这个燃料，或者说是燃料。那今年冬天呢，赤峰的就是黄河梁那边康老板，我找他买了一个小炭的炉子之前我在 vlog 里边也做过大家可以看我之前的一些视频。那个炉子呢，我是烧炭的很多人当时就是说，你说先进的社会里边为啥非要做一个炉子，烧炭的炉子放在你家里？我觉得这些东西可能大家当时都没有考虑到我对这些东西的一个怎么说提前的准备吧。如果假设说我们将来真的没有取暖的设备，我觉得我们自己是不是应该提前储备一些没有天然气之外的备份在户外很多的时候我们去做东西，包括我们去吃东西我们都没有外部的这种能源的供给，那我们怎么处理呢？后来我就想过很多次那一个就是用卡式炉。卡式炉刚才我也在楼下我给大家展示一下我部分的卡式炉和燃气的储备。这些东西我觉得大家都应该写在纸上或者是写在一些很关键的东西，你要提前做好的一些准备。然后就是说除了卡式炉之外，你还有没有别的备份？比如说户外的这种生火的炉子，你的木材是不是够？你的煤炭是不是够？我觉得这些东西可能很多人就说我们是正常人，我们在这个社会里我们不需要。但是这一次就是说很多东西非常的短缺，就在出现短缺或者说一直到满足供给的这个过程当中这个过程当中我们这些准备其实是很关键的。我们可以度过这个从物资不足到物资比较丰富这段的时候，我们可以靠我们自己的这种物资的储备
可以来坚持下来，不给别人造成麻烦。我觉得这是最关键的啊！管好我们自己，就像这次说的啊，我们不出门啊，就是对这个社会最大的帮助。我觉得提前做的这些物资的储备，也是我们提前啊储备好物资，我们不给别人添麻烦啊。我们甚至还有可能拿我们的东西去帮助别人。我觉得这个是我这几年啊一直在做那么一个准备啊，或者说这么一个储备的一个根本，好不好？今天这个视频先做到这儿，然后还有2集到3集啊，我们就把这个我们的庇护所，独立的庇护所给大家介绍介绍。可能这就是我周园那个房子啊。另外一个就是车辆啊，如何在这种时候啊，或者说如果在比较紧急的时候，如何选择一辆车，这辆车可以带你去想到达你能到达的地方啊。这就是我那辆吉姆尼啊。我之前吉姆尼的改装，很多人都在说啊，搞得跟什么铝合金加工一样啊。其实现在你能看出来吗？那辆吉姆尼如果让你来生存的话，那辆吉姆尼应该是最适合的了。很多的改装，很多的东西啊，我觉得已经足够了。这个话题啊，其实挺不太好说的啊，因为我也准备了非常长的时间。在这种比较紧急的时候啊，第一个大家不要出门啊，第二个一定要保护好自己，储备好自己该准备的东西啊，不要给别人去添麻烦。也有可能啊，你会去帮到别人啊，你有足够的能力的时候，你会去帮到别人，那前提是你必须有足够的物资的储备。今天就到这儿吧，拜拜。